正月初八，在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里叫谷日节，也就是五谷杂粮的生日，同时它还是天上诸星下凡巡视人间的顺心节。你们想想看，初七是人的生日，到了初八，紧接着就是粮食的生日。老祖宗的智慧深不可测啊，简直是把天机直接摆在你们面前了。人立于天地之间，你靠什么活着？民以食为天啊。没有了五谷精气来养你的五脏六腑，你这副皮囊就是个行尸走肉，是个空壳子。初八这一天，天地的磁场瞬间从过年的热闹切换到了养命和聚财的频道。今天我就要好好给你们点破这正月初八的玄机。大家竖起耳朵听好，怎么做才能接住满天星辰的旺气？怎么做才能把你们家那个漏财的窟窿堵上，把聚宝盆给彻底激活？讲到初八，第一件家家户户必须要做的事，就是要接星气。我前面说了，初八是顺心节，天上所有的星宿，什么北斗七星、南斗六星、28宿，在这一天大聚会，统统要下界来点察人间的善恶和气运。你们下面很多人可能要笑了，尼斯啊，你又在讲玄学了。满天繁星离我108000里，跟我一个升斗小民有什么关系？糊涂！这种想法就是你为什么每天浑浑噩噩，出门容易遇小人，做生意经常谈崩的根本原因。《黄帝内经》里讲得明明白白，天有五阴，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人是天地生出来的，人体的12经络和天上的星辰是息息相关的，是同频共振的。你天上的星位如果不顺，你地上的经络就会堵塞，你经络一堵，你那个人的气场就灰暗。你出去找人办事，人家看你第一眼就觉得不顺眼，生意怎么可能谈得成？那初八这一天，星辰下界，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星气稳稳地接住，收到自己的身体里来？很简单，吃汤圆。我知道马上有人要举手反驳了，尼斯，你记错了吧？汤圆不是正月15元宵节才吃的吗？初八吃什么汤圆？你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啦。元宵节吃汤圆，那是大家在凑热闹、看花灯，求个一家团圆。而初八这天晚上吃汤圆，是道道地地的风水阵法，是为了定星盘。听好，初八这天晚上，天一黑，星星一出来，你不要搞得太复杂，让家里人煮一锅小小的、没有包馅的红白小汤圆。记住哦，不要包馅，要红白两色的。为什么我要你们这么做？这大有学问啊！你在碗里盛上这圆圆的汤圆，端在手里，这在风水阵法上叫什么？叫一碗星辰。你看那个颜色，红色在五行里属什么？属火。白色属什么？属金。汤圆是什么做的？糯米打成粉做的。糯米长在土里，吸足了地气，五行属土。你把这碗汤圆吃下去，火生土，土生金，你就是把天地间最强大的生生不息的财气还有星辰的护佑稳稳地吞进你的肚子里。中医讲，糯米是补中益气的。很多人胃不好，脸色蜡黄，这就是脾土虚。你趁着初八这天，心气最旺，土气最旺的时候，吃下这一碗星辰，你脾胃的中气瞬间就足了。中气一足，人就精神挺拔。你过完年出去做生意，去谈客户，说话中气十足，底气就足，你的心运自然就顺了，小人自然就躲得远远的。我给你们讲个我诊所里的真实案例，你们就明白了。前年过完年，大概也是初七初八的样子，台中有一个60多岁的恶魔跑来找我，一进门，哎呦，那个脸色暗沉的像生铁一样，眼袋垂得老高。他一坐下来就开始哭诉，尼斯啊，我命苦啊，我那个儿子跑到台北去做贸易，去年1年倒霉透顶，被人骗了定金不说，谈好了几个单子，到签字的时候客户突然反悔，儿子急得满嘴长泡，我这个当妈的在家里也急得整宿睡不着觉，这日子怎么过啊？我给他一把脉，弦系无力，脾胃虚寒的厉害。我跟他讲，阿嬷，你不要哭了，你儿子在外面跑，气场全乱了，你在家里担心，你的中气也散了，母子连心，你们家的星盘现在是散沙一盘。阿嬷急了，那怎么办？要不要去庙里做法事？我拍拍桌子说，搞那些虚的干什么？今天正好是初八顺心节，你听我的，你现在马上买车票回台中，
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去市场上买那种最普通的没有馅的红白小汤圆，回到家煮上一碗，你自己吃一碗，然后拿个保温桶装起来，立刻坐高铁送到台北你儿子那里，看着他热热的吃下去。阿嬷半信半疑，但还是照做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大概过了1个半月，到了3月份的时候，这个阿嬷提了一大盒台中太阳饼跑到我诊所来道谢，整个人红光满面，跟换了个人似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尼斯，太神了。那天晚上我看着我儿子把那碗红白汤圆吃下去，他说胃里暖烘烘的，特别舒服，当晚就睡了个死觉。第二天一早去见那个之前反悔的客户，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客户态度大转变，不但重新签了合约，还追加了3成的订单。我自己也是，那天吃完汤圆，这1个多月来每天晚上倒头就睡，再也不失眠了。各位，这哪里是神啊，这是科学。当然了，我讲这个不是说一碗汤圆就是什么仙丹妙药，你生大病了可以不用看医生，不是这个意思。汤圆补的是气，是后天脾胃的底子，底子打好了，心安了，配合正常的作息，这睡眠和气场自然就好了。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宇宙规律。脾胃是后天之本，是土气，你儿子脾土一暖，土气厚重了，土就能生金，财富自然就聚拢过来了。他睡了个好觉，肝胆气机得到恢复，第二天精神饱满，气场强大。客户一看他这个样子，觉得靠谱，当然愿意跟他做生意。所以记住我今天说的第一件事，正月初8晚上一碗红白小汤圆，不花你多少钱，几十块台币的事情，吃下去接住心气，把你5脏6腑的底气养足，这比你花几万块去买什么风水摆件管用100倍。吃完了新城汤圆，把身体的气场定住了。诸位，你们别高兴得太早，接下来我要给你们下2道死命令。正月初8古日节这一天有2大禁忌，哪怕今天刀架在脖子上，你也千万不能犯。只要犯了其中一条，你之前吃再多汤圆，接再多心气，统统漏光。我们先讲第一，忌绝对忌讳米缸见底，忌空米桶。你们看看现在那些20-30岁的年轻人，结了婚搬出去住，厨房装修的漂漂亮亮，花了几十万买什么高级烤箱、洗碗机，结果呢1个月开不了1次火。我有时候去帮人家看风水，走到他们厨房一看，哎呦，我直摇头啊，连个像样的米桶都没有。去超市买一小袋5公斤的塑胶袋装的米，随便往橱柜地下一扔，吃完了也不管，袋子空便便的别在那里。我告诉你，正月初8这一天，你家客厅可以空，卧室可以乱，唯独你厨房的那个米缸绝对不能空。在我们正统的风水学上，厨房是什么地方？厨房是你们一家人的财库，而装米的米缸就是这个财库里最核心的聚宝盆。为什么？你想想看，五谷杂粮，尤其是稻米，它是吸收了天地日月精华，长在土里最厚重的东西。五行之中，土生金啊，米就是土，土就是财。初8是谷物的生日，老天爷这一天带着满天的星宿要来巡视人间的粮仓。这就好比什么？好比大老板年底下来查账，老天爷走到你家厨房一看，好家伙，你家米缸比你的脸洗得还干净，底朝天，1粒米都没有。这在风水上叫什么？这叫财库见底，无粮可聚。老天爷拿出账本一看，摇摇头叹口气，哎呀，这家连装财的盆子都没有，看来他是不需要福气了。今年这家的财运免了，划掉吧。你一整年的财气就在初8这短短的几分钟里被你自己给生生断送了。你还那边傻乎乎的准备开工放鞭炮，你开什么工啊？你今年白干了。我在这里给各位讲一个血淋淋的案例，你们听完背脊骨都会发凉。在台南有个做五金零件外贸的郭老板，这个人啊，平时生意做得很精明，算盘打得噼啪响，1分钱掰成2瓣花。有一年刚好是大年初8的早上，郭老板的工厂准备早上9点及时放鞭炮开工。他老婆早上6点多起床，心想今天是开工第一天，我来熬一锅浓浓的白米粥，这叫熬出头，给老公讨个好兆头。结果老婆走到厨房，打开那个米袋子一看，傻眼了。过年期间天天大鱼大肉，或者去外面餐厅吃，根本没顾上买米，袋子里空空如也，连煮半碗粥的米都凑不出来了。他老婆当时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但转念一想，
算了算了，大过年的，等我去巷口早餐店买几个肉包子对付一下得了，反正也是吃饱了。他就拿着空米袋顺手扔进了垃圾桶，跑出去买包子了。各位，大难临头了，他们还不知道啊。到了9点，郭老板在工厂门口高高兴兴地把2大串红鞭炮点燃，噼里啪啦响震天。他满面春风地走进办公室，泡上一壶好茶，打开电脑准备接国外的开年大单。电脑一打开，叮叮，连续2封急件进来。郭老板一看，脸色瞬间惨白，手里的茶杯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为什么？他国外最大的2个欧洲客户突然毫无预兆地发来邮件通知，因为当地市场政策变动，全年的订单立刻取消，暂停发货。郭老板当时坐在椅子上，全身冒冷汗，脑子一片空白。这2个客户占了他整整60%的营业额啊！这一下子几千万台币的货全砸在手里，资金链当场就要断裂，工厂面临倒闭的危险。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滚带爬的跑到我诊所来求救。一进门，领带也歪了，头发也乱了，抓着我就喊：尼斯啊，你救救我啊！我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一开工，天塌了啊！我让他坐下，先喝口温水定定神。我拿过他的生辰八字，给他排了一下今年的流年星盘。我一看，不对啊！我眉头一皱，指着星盘跟他说：郭老板，你今年走的是正财大运啊，天机星化禄，明明是财星高照，老天爷今年是要赏你大饭吃的，你怎么会突然破这么大的财？郭老板眼泪都快急出来了。尼斯，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放了个鞭炮，财神爷就把我踢出门了。这时候跟着他一起跑来的郭太太在旁边一直在绞手指头。我转头看着郭太太，眼神一沉，问她：郭太太，我问你，今天初8开工，你早上在厨房里是不是动了什么不该动的东西，或者缺了什么？郭太太一听，吓得脸都白了，结结巴巴的把早上米袋子空了，没米下锅，还把空袋子扔进垃圾桶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了。我一听，气得猛地站起来，指着他们夫妻俩的鼻子就骂：你们糊涂啊，简直是愚蠢至极！郭老板被我骂懵了，我指着他说：你看看你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初8谷日节，一年之中土气最旺，老天爷查粮仓的日子。你们家呢，财库见底，空米桶，这就好比老天爷开着直升机要在你家屋顶上往下倒金币，结果你连个接金币的盆子都没有，不仅没有，你还把空盆子当垃圾扔了。我告诉你郭老板，你的流年确实有财，老天爷确实把订单送到了你门口，但是你的风水财库破了一个大洞，米就是财，财库都没了，你拿什么装钱？老天爷一看你家连米都没有，认为你无福消受，直接把你的单子转给别人了。郭老板夫妻俩听完，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尼斯，我们错了，我们不懂规矩啊，现在怎么办？工厂几百口人等我发薪水啊，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我叹了口气，把他们扶起来。医者父母心，我不能见死不救。我盯着郭老板，一字一句的教他破局之法。你听好，现在马上立刻去市场上买一个最大的陶瓷做的米缸，千万不要用塑胶的，塑胶属火，会把土气烧干。要用陶瓷的，陶瓷属土，土土相生，土气最厚。买回来之后，去买最好最满盈的新米。但在你倒米进去之前，听清楚，这最关键的一步，你拿一个红包袋，里面装上200块钱全新的纸钞，把这个红包平平整整的压在米缸的最底下。郭老板愣住了，尼斯压200块是什么意思？我瞪他一眼，这叫暗财入库，五谷丰登。200块代表双全圆满，财不露白。你把钱压在米底下，上面用满满的粮食盖住，这就叫把你的财根给死死的定住了。老天爷再来查账，一看，好家伙，这家不但米缸满了块溢出来了，底下还有金库，这福气够厚，赶紧照做。做完之后，把米缸盖子盖严实。这几天谁也不准见底。郭老板夫妻俩千恩万谢的跑回去了，照着我说的，连跌带撞的买缸、装米、压红包。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过了大概4、5天，到了正月13那天，郭老板提着2盒极品的高山茶来找我，一进门就笑得合不拢嘴。他告诉我，就在他把米缸填满压上红包的第3天晚上，那个欧洲客户的大老板亲自给他打岳阳电话道歉。原来
是他们欧洲那边的系统内部搞错了编码，导致发错了取消邮件。现在要把原来的订单全部恢复，为了补偿郭老板的惊吓，还额外追加了 15% 的急单。郭老板拉着我的手说，倪师神了，真的是暗财入库啊，要不是您指点，我这个厂子就完了。所以各位们听到这里，你们听懂了吗？风水不是迷信，风水是生活中的细节，是你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心。今天晚上回家，或者是初八一大早，赶紧去看看你们家的米桶，如果是空了一半的，赶紧去超市买一袋新米，把它倒得满满当当的。如果能像我教郭老板那样，在底下压个200块的红包，那你的财库就彻底稳如泰山了，保你新的一年家底厚实，底气十足，不管外面风浪多大，你都能闷声发大财。各位听完郭老板那个空米缸的故事，是不是心里都在庆幸，哎呀，还好我家米缸是满的。你别急着高兴，接下来这个第二季才是现在社会上最可怕、最损阴德，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致命伤。这第二季是什么？4个字，绝对忌讳浪费粮食，忌倒饭菜。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过年，初1到初7，家家户户大鱼大肉，佛跳墙啊，红烧肉啊，整条的石斑鱼啊，吃不完怎么办？全部塞在冰箱里。到了初8这一天，很多年轻的媳妇或者家里请的打扫阿姨打开冰箱一看，哎呦，塞得满满当当的，味道都窜了。现在的年轻人娇贵啊，看网络新闻说吃剩菜有亚硝酸盐会致癌。媳妇一看，手一挥，拿个黑色大垃圾袋，哗啦一下把那些好好的白米饭，没吃几口的肉丝，连汤带水的剩菜，看都不看，全部倒进垃圾桶里扔掉。你以为你这一倒掉的是没用的垃圾吗？你以为你是在清理冰箱吗？糊涂愚不可及。我告诉你，你这一倒掉的是你们全家老小今年一整年的福报。你是在亲手砸烂你们家刚刚接触的金饭碗。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初8是谷日节，是五谷杂粮的生日。这一天天地之间土气最旺盛最纯粹。五谷杂粮是什么？是吸收了天地日月精华，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保命灵丹。你把老天爷赐给你的保命粮食当成臭垃圾一样扔进臭水沟。在我们中医和五行八卦里，这叫什么？这就叫自毁脾土。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五行属土，你糟蹋粮食，老天爷第一个惩罚的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脾土一伤，中气直接溃散，你马上就会开始出问题，容易胃痛、拉肚子，浑身没力气，吃什么好的保健品都补不进去。更可怕的是什么？在风水上，五行相生，土是生金的，金是什么？金就是财富。你的财富必须要有厚重的土气才能承载得住。你把土给毁了，你连根都拔起了，你拿什么去生金？你这不是在自砸金饭碗是什么？老祖宗留下一句铁律，暴殄天物，必遭天谴。你今天在初8糟蹋1粒米，老天爷明天就能在你的账本上狠狠地扣掉你10000倍的财运。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危言耸听，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自看过的医案，也是个风水案。前几年高雄有个做塑胶原料的林老板，林家在高雄算是大户人家。林老先生苦出身，白手起家打下了江山，交给了儿子。儿子前2年娶了个媳妇，这个媳妇啊，从小娇生惯养，浑身上下都是名牌，出门保时捷代步，生活极度奢侈。那一年正月初8的上午，媳妇嫌弃家里的双开门，大冰箱里全是年夜饭的剩菜，没有地方放他刚空运过来的日本高级草莓。他二话不说，指挥家里的外佣把满满一大锅初7晚上才煮的高级月光米饭，还有好几盘连动都没动过的白斩鸡、红烧蹄膀，全部倒进了大号垃圾袋。当时林老先生刚好在大厅喝茶，看到这一幕，心痛的直拍大腿。哎呀，造孽啊！初8谷日怎么能倒白米饭啊？这可是折寿折福的啊！媳妇翻了个白眼，回了一句：爸，这都馊了，吃了伤身体，你还在乎这点米钱吗？就让外佣直接丢出去了。好了，现世报来的有多快，你们根本想象不到。不出2个月，到了清明节前后，林家开始连年走霉运。先是儿子投资了一个东南亚大项目，原本稳赚不赔的，突然因为当地政策原因，资金被彻底冻结，每天都在烧钱，急得儿子头发白了一大片。
但最要命的是，这个媳妇的身体突然垮了。怎么垮的？就是从清明节那天开始，她突然开始严重腹泻，吃什么拉什么。一开始以为是肠胃炎，去高雄最好的私人医院挂急诊，抗生素打了一堆，各种肠胃镜全做了。西医给出的结论是各项指标正常，可能是肠燥症，开了点益生菌让她回家养着。结果呢，越养越糟。短短半个月，原本珠圆玉润的少奶奶瘦脱了相，脸色枯黄的像一张旧报纸，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整天躺在床上哼哼，胃里像有块冰坨子一样，痛得死去活来。林老先生没办法了，动用关系把她弄到了我这里。媳妇是被她老公用轮椅推着进我诊所的。我坐在堂前看了她一眼，脸色灰暗，毫无生气。我把手搭在她的寸关尺上一摸，脉象沉迟无力，尤其是右关脉几乎摸不到跳动。我收回手，叹了口气，冷冷地看着她：你这是脾阳虚败，胃气僵绝啊！年纪轻轻的，怎么把自己的后天之本糟蹋成这个样子？媳妇虚弱地哭着说：尼师，我真的没乱吃东西啊，我平时吃的都是最顶级的有机食材啊，怎么会病成这样？我转头问旁边的林老先生：林老，你们家过年期间，特别是初八那天，是不是犯了什么大忌？是不是大量倒过白米饭？林老先生一听，猛地一拍大腿，眼泪都下来了，把初八那天媳妇倒掉一整锅饭菜的事情说了出来。我猛地一拍桌子，指着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媳妇骂道：你糊涂！你以为你家里有钱就可以随便捉奸老天爷给的粮食？那是五谷的精气，你把全家的土气财气当垃圾扔掉，你毁了家里的风水阵，你老公的生意怎么可能不破败？老天爷夺走你的胃气，让你的脾胃彻底罢工，就是天地在警告你。你今天就算吃人参燕窝，你也吸收不了一丝一毫。那媳妇一听，吓得当场从轮椅上滑下来，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尼师，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么严重，求求您救救我。我看着他，医者终究不能见死不救。当然啦，他第一时间去高雄的大医院挂急诊，做各项检查，这一步是非常正确的。急性病绝对要先让现代医学排查，但西医查不出毛病，为什么？因为他坏的是气机，是风水。所以我给他开了一剂理中汤和附子理中丸的加减方，温中散寒，先把他快要熄灭的脾阳之火给护住。但是我把处方按在桌子上，没有马上给他。我盯着他的眼睛说：药我给你开了，但是心病还需心药医，风水破了必须你要自己去补回来。我给你开一帖免钱的天字第一号药方，你敢不敢服？他拼命点头。尼师您说倾家荡产我都做。我说不需要你倾家荡产，从你吃了药能下地走路的第一天开始，你每天中午去你们高雄那个最有名的爱心粥棚，你不要捐钱，你亲自去，带上围裙，去给那些孤寡老人、流浪汉打饭盛粥，连续去打81天，看着别人怎么把每一粒米吃得干干净净，你要在心里真诚地忏悔你的暴殄天物。你能做到，你的命就能保住，你老公的生意才有转机。各位，这个娇生惯养的媳妇真的是被死神吓怕了。她喝了半个月的药，终于能下地了，每天准时去粥棚做义工。一开始还嫌脏，后来看着那些老人饿极了喝粥的样子，她一边盛粥一边掉眼泪。她是真的后悔了。81天做满，她再来复诊的时候，脸色已经红润了，脉象也有力了。最神奇的是什么？就在她做满义工的那个礼拜，她老公在东南亚被冻结的资金奇迹般的解冻了，危机彻底解除。所以你们听懂这其中的天机了吗？这哪里是我尼师神奇，这是老天爷在教训人啊！你看看那些真正能够大富大贵、福泽绵长的豪门巨富，比如你们都知道的王永庆先生，或者是香港的李嘉诚先生，你去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哪一个不是吃饭吃得干干净净？王永庆先生一条毛巾用10几年吃饭，如果掉了1粒米在桌子上，他都要捡起来吃掉。这是因为他们小气吗？大错特错，这叫惜福。你越是珍惜老天爷给你的每一粒粮食，你身上的土气就越厚重。易经里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没有厚重的脾土之气，你拿什么去承载天大的财富？因此我今天在这里郑重地告诫所有的长辈，今天回家
一定要把这段话放给你们的儿子、女儿、媳妇看。初八这一天，家里不管是谁做饭，宁可少做一点，吃多少做多少，也绝对不能让碗里剩下一粒米，更不准往垃圾桶里倒饭菜。你敬畏天地五谷，天地才会把最源源不断的财富安安稳稳地交到你的手上。各位，前面我们讲了初八的2大死忌，一个是空米缸，一个是倒饭菜，这2个是保住你基本盘的，你把底线守住了。接下来尼斯要教你们一个真正厉害的，能在正月初八这天给自己和全家人积攒无量阴德，招来通天大贵人的一招。这就是我们传统民俗里面正月初八历来都要做的一件事，放生。我一说到放生，下面肯定有很多阿公阿嬷眼睛一亮，哎呀，尼斯，这个我懂。我每年初八一大早都会跑去菜市场，花个500、1000块买2只大乌龟，或者买几桶泥鳅，大包小包的提到河边上去，扑通扑通扔进水里。尼斯，我这么干，老天爷是不是马上就能保佑我儿子发大财，保佑我长命百岁了？哎呀，你们这些人啊，真的让我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你们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大智慧想得太功利太俗气了。你以为你去买2只乌龟放掉就是跟老天爷在做交易吗？你心里打的算盘是，老天爷你看我花了500块放生，你得给我算利息，你要保佑我今年赚50万回来，你这叫放生吗？你这叫投资。老天爷在天上看着你这副充满贪婪计较的嘴脸，他不仅不会给你发财，他还要笑你愚痴。你连放生的真正天地原理都不懂，你放1万条鱼都没用。那初八为什么要放生？这里面的天机到底在哪里？今天尼斯给你们讲透。初八是星辰聚会，五谷生发之日。什么叫生发？这个时候马上要立春了，天地之间地气开始上升，阳气开始萌动，宇宙之间充满了一股生生不息的强大气机，万物都要冲破泥土长出来。而在我们中医《黄帝内经》里，人体的5脏6腑，哪一个器官是对应春天的生发之气的？肝胆。肝胆五行属木，主生发，主疏泄。当一个人走到菜市场，看到那些原本要在刀口下丧命，即将被宰杀的小鱼小鸟，你心里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仅仅是因为那一瞬间你动了恻隐之心，你不忍心看他们死，你掏钱买下他们，把他们放归山林河川。就在看着他们重新获得自由，在水里欢快游走的那一瞬间，你的心里会升起一股极其强大的纯粹的慈悲心和喜悦感。这股毫无杂念的喜悦感一旦生出来，不得了啊！它会像一道闪电一样，瞬间疏通你体内所有郁结的肝胆之气。你原本因为生活压力，因为跟人吵架而堵塞的经络，在那一刻全部轰然打开。你的身心气场在那一瞬间，就跟初八这天天地间最纯粹的生机完美的融为了一体。在风水上，这就叫给自己布了一个通天的大生局。你放走的表面上看是小鱼小鸟，实际上你放走的是你自己心里的贪婪、恐惧、计较和怨恨。你生出的是什么？是福报，是阴德，是未来能在你遇到死劫、遇到难关时突然跳出来救你一命的贵人运。你们不要觉得悬，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我诊所里的，也是很多中老年人最容易遇到的真实医案。前几年台北万华区有个快70岁的陈阿伯，被他女儿搀扶着来找我。一进门，陈阿伯连路都走不稳了，头晕目眩，整个人像喝醉了酒一样打晃。他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尼斯啊，我嘴巴里苦得像含了黄连一样，耳朵里天天像有几百只蝉在叫，晚上根本睡不着。我在西医那边量血压，上面的数字直接飙到了190，吃了降压药也压不下来，我是不是快中风了？我把手往他的寸关尺上一搭，眉头顿时皱了起来。他的脉象弦紧有力，尤其是左关脉，骨指而动，简直像是一根绷到极致快要断掉的钢丝。我把手一收，冷冷地看着他：陈阿伯，你这哪里是病？你这是心里藏了一座快要爆发的活火山，你这是典型的肝阳上亢，肝火犯胃。你心里憋着一股巨大的怨气和仇恨，你想发泄又发泄不出来，气得怒发冲冠，肝气全堵在上面下不来。说吧，过年这段时间谁把你气得想拿刀砍人？陈阿伯一听，
原本灰暗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一个70岁的老汉委屈地直掉眼泪，他咬牙切齿地告诉我：尼斯，您真是神仙啊，我是真的想杀人啊。我有个认识了40多年的老结拜兄弟，前年他说他儿子做生意周转不开，跪在我面前求我，我心一软，瞒着我老婆，把攒了一辈子的退休老本全借给了他。陈阿伯捏紧了拳头，浑身发抖。结果呢，去年一整年他躲着不见我，电话也不接。就在大年初三，我女儿在那个什么脸书上看到他一家人居然跑去日本泡温泉，吃高级和牛，我气得心脏病都要犯了。我这几天血压就是这么飙上来的。陈阿伯猛地站起来，我已经打听到了，他初8回台湾，我准备初8一大早带把菜刀去他家门口堵他，大不了一命换一命，他不给我活路，我让他全家这个年都过不下去。我看着他这副快要走火入魔的样子，猛地一拍桌子，大喝一声：你给我清醒一点！我指着他骂道：你为了一个无信无义的小人，要把自己的老命搭进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肝火已经烧到了极点，你心里的仇恨不解，吃再多降压药也是扬汤止沸。你初8那天只要一动怒去吵架，你手里的刀还没挥出去，你自己就会当场脑溢血。你这不是去讨债，你是在替他免债。你身体出问题了，你老婆女儿谁来管？陈阿伯捂着脸，老泪纵横。尼斯，可是我不甘心啊，那是我的养老钱啊。我叹了口气，拿出一张处方笺，给他开了一剂龙胆泻肝汤加减，先用中药辅助把他的肝火给往下压。但我盯着他的眼睛说，这副药和西医的降压药只能救你的急，救不了你的命。你的病根在怨恨，今天我给你开一帖免钱的天字第1号药方，你敢不敢服？陈阿伯赶紧点头。尼斯，您说只要能让我这么痛苦的心放下来，能保住命，我听您的。我说好，明天就是正月初8，星辰聚会，万物生发。你要做一件事，4个字：心念放生。什么叫心念放生？明天初8，你绝对不准去他家找他。你要坐在家里，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老天爷，这笔钱我全当是我上辈子欠他的，今天我还清了，我放过他，就像放生一条咬过我的毒蛇。我不跟他计较，是因为我的命比那200万贵，我把他造的孽交给老天爷去收拾。你要在心里硬生生的把这个恩怨给他切断，只要你这一念放下生出来，你就是在给自己放生，你的肝气瞬间就通了，这就叫最大的大生局。你放过的不是他，是你自己，你能不能做到？陈阿伯听完，坐在椅子上挣扎了很久，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重重地点了点头。尼斯，我懂了，我放生，我放过他，我也放过我自己这把老骨头。结果呢，各位你们仔细听好，这才是老天爷的剧本。初8那天，陈阿伯真的忍住了，没去讨债，他听我的话，去公园里帮人家扫扫地，修剪一下花草。他告诉我，就在他决定算了吧，当做善事的那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脖子后面一松，心里的结一解开，头部的剧痛和晕眩竟然奇迹般的消散了一大半。但这还不是最神奇的，大概过了半个月，到了元宵节那天晚上，陈阿伯家的大门突然被人敲响，打开门一看，那个欠钱的老朋友提着2个大皮箱，扑通一声跪在陈阿伯面前，哭得稀里哗啦的。原来啊，那个老朋友去日本根本不是去旅游享福的，他是带着最后一笔钱去求日本的一个大客户给他儿子一条生路，那些照片是为了发给别人撑场面装出来的。他在日本签下了救命的单子，拿到了预付款，一回台湾，第一件事就是连本带利把钱送回来还给陈阿伯。陈阿伯后来拉着我的手，感激涕零的时候，我告诉他，你不用谢我，你要谢你自己，是你初8那天的一念放生，布下了一个大生局。如果你那天带着刀去闹了，就是2败俱伤的死局。你放了他一条生路，老天爷就还了你一个奇迹。所以啊，各位听懂了吗？如果你初8这天没时间去河边放生，或者你怕买到那些人工养殖的鱼放不活，没关系，我今天教给你们的这个心念放生法才是最顶级的借运法。你今天走在路上，看到路边刚发芽的春草，你绕开一步，不去踩踏它，给它一条生路，这是放生。在家里，媳妇做菜咸了淡了，
你不去挑剔抱怨，你包容年轻人一次，给他们一点空间，这也是放生。想起以前借钱不还的亲戚，占过你便宜的邻居，你管住自己的心，不去咒骂他们，把这笔账交给老天爷去算，放过别人的过错，这更是最高级的放生。只要你正月初八这一天心存善念，处处给人留生机，处处给物留生机，老天爷就会在你新一年的道路上处处给你留生机，你的前方必定是逢凶化吉，福泽绵长。各位，为什么我今天苦口婆心的劝你们要惜福，要心念放生？因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你心存善念，不糟蹋老天爷给的粮食，不去对别人落井下石，你就是在无形之中为自己为子孙积攒最深厚的阴德。你给别人留生机，老天爷在关键时刻就一定会给你留一条康庄大道。心正则百邪不侵，心善则万福骈臻。这就是最高级的利他思维，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保命发财的最强心法。只要你的心是善的，你的风水就永远不会败。现在我们要把今天这股聚财生发的旺气彻底推向最高潮。你们要知道，初八是诸星下界，五谷生发的大日子，人多力量大，善念聚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直通天庭的巨大磁场。现在带上你最真诚的愿力，在下方留言区敲下这8个字的通天密语：五谷丰登，八方来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8个字，你在今天敲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向上天表达你的敬畏之心，你的惜福之意和你的宏大愿力。当成千上万祝福汇聚在一起时，这里就是一个聚集了万人善念的巨大聚宝盆。各位切记守住家里的米缸，惜福爱物，心存慈悲。祝各位初八大吉，开工大发，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财源滚滚。我们下期再见。